好，我们直播开始啊！欢迎大家，这是本频道2025年的最后一期节目啊，我们做一场直播。不知道你们这一整年啊过得怎么样？今天的主题呢，一个是随便聊一聊啊，我们2025年过得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进入到一个新的一年呢，大家总归都有一些期望，对吧？会制定一些计划，所以呢，我就不知道你们2025年的1月1号元旦的那个时候啊，距离现在一年了，那个时候你们许了什么样的愿望呢？制定了什么样的计划呢？对这一年有什么样的规划呢？有没有实现啊？那么完成了多少？一聊到这个话题呢，有的人会非常的焦虑啊，因为又一年过去了啊，生命又少了一年。但是好像这一年呢，原本的计划都没有做，是吧？我先说说我自己啊，我也这2天也都一直在回顾我的这个2025年，因为它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再也不会来了。那么，这一年的元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瑞士旅游啊，所以那几天的节目呢没有更。2025年我做的第一期节目呢是1月6日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说了一些新年寄语啊，自己的一些期望啊。我回顾了一下这一整年呢，算上今天这一期节目，我做了305期节目啊，那么平均下来不算日更哈，但是也不少了。一年我做了305期节目，对吧？所以在这个频道这块做节目这块我觉得完成的还不错啊，算是挺努力的。那当然，大家老观众都知道了，我本职是一位作家了，那我就得回顾一下这一年我的写作计划完成的怎么样呢？其实今年呢，比起去年啊，比起2024年，比起2023年啊，我觉得我的写作的状态好了很多。因为呢，我上一本书啊，就是我的《天使》呢，写完的时候是2020年了。然后2021年呢，就是一会儿我们会聊到啊，就是我跟出版社签了合同。原本我计划那一年它就能够出版出来，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中国的出版社不停的审查我的书，然后不停的要求删改，一直折腾到2024年啊，这本书啊，欢迎观众朋友们啊，你们有什么都可以跟我交流啊。你好啊，冯彩萍啊，祝你新年快乐。所以呢，这个事情呢拖了很久，到2024年吧，对，2024年等于我那本《天使》才正式的出版，像拖了这么多年。其实那些年呢，因为隔三差五的出版社就要给我一份他们删改之后的一个版本，让我来确认，然后我会看到我的心血被他们各种删改，那个心情是非常糟糕的。而且其实原本呢，我也没就是写《天使》的时候，我就没有想说，我再去写别的东西啊，我这一生可能就只想写那一本书，写完就完了，当时是这么个想法。所以呢，就一直拖啊，拖到等于22年我从中国离开嘛，出来到22年底的时候开始做这个频道。那么23年呢，就主要在做这个频道，24年也是。所以那2年呢，我就几乎没写什么东西，只写了一些这个2084那个散文集，对吧？大家也都在我频道看到过。那么正式的长篇的作品就没写。那么后来呢，就构思开始想写第3部作品，就是《玉门江》啊，但是呢，写了一个第1章之后就卡住了啊，很久都没写。所以今年就是2025年我的状态好了很多啊，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从年中那个时候突发奇想，我开始写我的这个第4部作品，就等于直接先绕开第3部作品，先放一放，我直接写第4部作品了，就是这个徐州之旅。然后把英文的出版写完之后，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好，所以就开始写中文版。到现在啊，因为我知道我的观众中有很多人在期待这本书啊，我给你们汇报一下，我已经很努力了啊，很努力，因为这个书里边涉及到非常多的我的一些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情感啊，当然了，也有就是我们所关注的那个跨性别群体他们的一种生存的状态和痛苦，所以
再后来又包括这个于朦胧这个事情出来，对吧？我说把他也作为一个人物写进这个故事里，所以这就各种都是非常悲痛的这个情绪啊，那么积压在一起。所以在写这个《虚舟之旅》这本书的时候，我就需要调动非常多的能量，因为写完一章啊，你可能就是持续很多天啊，就写完这一章之后，你就把所有的能量和情绪全都倾注进去了，就精疲力尽了，就写不动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但是呢，我觉得还不错啊，目前的进度啊，差不多一半了。因为一共是9章这本书，我现在写到第5章了，那就是一半了。所以呢，可以看见一点点曙光了啊，看见一点点曙光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到明年26年，也许3月，也许4月啊，我觉得可能最迟拖不过5月吧，我应该肯定能写完了，然后就大家可以看到这本书了啊。好啊，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聊什么呢？你们可以给我留言啊，就是说你们的2025年，过得怎么样，对吧？我们也可以畅想一下2026年。但是呢，今天的主题呢，我是想带大家回到4年前，其实更确切是先回到5年前啊，就是回到2021年的1月1日啊，距离现在其实是5年前了啊。那么为什么要回到那一年呢？因为我这个频道有一个传统。就是有时候会给大家介绍这个书单，对吧？就是我过去的某一年那一整年我都看了什么书，然后我当时对这些书的一个感想和一个评语跟大家交流。我之前最早是从17年那个书单开始做的啊，17、18、19、20，我做过4期这样的节目了，所以现在轮到2021年了。所以呢，我们要回到那一年。那一年呢，实际上是新冠疫情的那3年的中间那一年。其实有点意思，这个事情就是大家回忆起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都喜欢说这个痛苦啊，对吧？不堪呀、绝望啊，什么什么各种情绪，是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3年啊，不同的阶段，你的那个情绪是不一样的。对吧？最早2020年就是19年底，2020年初开始这个疫情的时候，大家就是有点恐慌，是吧？有点不知所措，觉得说是不是这个 SARS 又来了？那么这 COVID 会持续多久？大家都不知道，心里没底啊。比较乐观的人呢，会觉得说是不是跟 SARS 一样啊，几个月就偃旗息鼓了，结束了。但是悲观一点的人呢，就会觉得，哎，这次事情不一样啊，波及全球了啊，就是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但2020年呢，你慢慢就熬过去了，进入到2021年，那个情绪啊，实际上我觉得是这3年之中最好的一年，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因为我那3年都是在这个海南三亚度过的啊。那么其实那个岛上的疫情是非常的轻松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感染病例，也进行了那些风控，就是比如你在家里啊、小区啊不能出来什么。但是最后那一年，就是2022年是最疯狂的。我们都知道，全中国都非常的疯狂，对吧？到处的封城，然后疯狂的做核酸啊，然后只听得见声音，没有画面。不能吧？你们看不见我吗？哦，这个你们确实看不见我吗？不能吧？我去 check 一下啊。你这个惊到我了，不能只有声音啊，我们这个看看。我现在打开一个页面，你们可能会听到一点点杂音。这不是我吗？这不是我吗？OK 啊，那就可能只是你看不见我，你再刷新一下，没准就能看见画面。OK，我继续讲啊，就是说，呃，OK，我们我说到哪儿了？新冠疫情对吧？就是2022年很疯狂啊，这个三亚也不能避免，也变得特别疯狂，有一阵儿。所以但是前2年是挺好的，就尤其是疫情2020年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受太大的影响，就是买东西啊，在小区里稍微的，就是你不能够那么随便的出去，对吧？然后但是也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可以出去，然后呢，在这个
朋友啊聚会啊什么的，其实都在进行。我的2020年呢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因为我当时是写天使写到最要劲的时候，就是初稿已经写完了。19年的时候，这个最初的那个初稿写完了。那当然，大家我不知道你们写过东西没有啊？就是初稿写完之后到最终定稿，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那个时候你就是精益求精啊，你要反复的打磨啊，无论是这个结构、这个故事、这个人物、这个对白、这些文字啊，哪怕每一个标点符号，你都要打磨，打磨来打磨去，打磨来。而且我那本书特别麻烦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24万字的一个长篇小说，但是是没有分章节的，就是从头写到尾。中间的这个人称都在变换，但是是完全无缝连接过去的这么一本书。就是其实如果你看过，你就知道它的这个阅读门槛比较高，就是你可能看着有的时候会觉得，因为需要你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专注度，就是我是故意的，因为我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太碎片化了，然后太浮躁了，我就想写这么一本需要你特别专注才能从头读到尾的书，就故意的。然后呢，当然这个事情也挺难为我，就是我在反复的打磨修订的时候呢，也很困难，因为没有章节啊。你讲24万字的一个文稿，你就在里边，你等于人在里边去遨游，是吧？挺困难的。所以2020年对我来说呢，这个疫情呢，实际上是有所帮助的，因为把我困在家里了，我的这个什么公司的事情啊，这些就都不用做了啊，都不用做了。那我就非常专注于每天就在这里写东西，所以其实这样对我是一个帮助。那么通过那一年到2020年的平安夜12月24日终于定稿了，这个是一个让我长舒一口气的事情，就是好像我这一辈子就要完成这么一个事儿，终于完成了啊！所以当时是特别轻松自在的。然后马上不是24号过一个礼拜就进入2021年了嘛，对吧？就进入到新的一年了。当时的心情是什么呢？我现在回忆这些事情啊，都是在这个手机上看当时发的这个微信朋友圈来回忆的。你看我今天这个也特别有意义，对吧？大家看这台手机是 iPhone 13 Pro， 就是2021年发售的手机。你看我们多应景，今天又完全回到2021年。因为这是我在中国买的最后一台手机啊，就是现在还偶尔还用一用，所以今天就用它。你看2021年的1月1日我发了一个微信朋友圈啊，我说开工，时间延误社，就这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我当时在想的，因为那个节点上啊，我已经去找了一家出版社了，就是后来给我出版天使的北京出版社，已经初步的接洽上了。所以我当时觉得，哎，可以，那就找到出版社了，那就我当时以为2021年我的这个天使就能出版出来。那我想接下来我干什么呢？或者说接下来我写什么呢？对吧？一下就是整个人就放松了。后来我想我写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当时的想法啊，我说我写一个这种有点像这个2次元这种动漫感觉的一个当时我是想写一个剧本还是想写一个故事，反正是这么一个文本类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名字呢就叫你问我以什么为生是吧？油管没几个人看，书也没人买。我好像原来把你拉黑过，是不是？你现在把你放出来，你就又来这里去继续扮演我的黑粉是吧？没几个人看，你不是也在看吗？你这么讨厌我，你也在看。OK，anyway，我接着讲啊。那么当时我就在想呢，我要写一个叫时间延误社的东西啊，哪几个字啊？时间啊，我给大家打出来，这样可能比较方便啊。因为我对时间这个主题啊特别的感兴趣，然后呢，我就觉得我要继续写一个作品呢，继续讨论这方面的事情啊，所以研究感悟这么一个，对，啊，你们可以看到了啊，在这儿我打出来叫这个时间延误社。所以当时我就想了这么一个 idea， 然后呢，它是一个有点像是大学里的一个社团的感觉啊。这个社团是大家是专门研究时间问题的，对这个感兴趣的。好，那么我就想呢，写这个东西，
这是当时啊，就真的是充满希望，因为我当时感觉就是疫情差不多了吧，对吧？2021年就可以解封了，那疫情就过去了，生活就可以回到正轨了。那我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实际上，这个是当一个商业 IP 去开发的，就这个时间延误社。当时也有一些人啊，就是我们圈子内的一些人，还有一些朋友特别感兴趣，要跟我买这个版权。就是我们想开发成一个游戏啊，或者一个对，我们当时是想开发一个动画片儿，就是一个动漫啊这么一个作品，然后也找了一些做动画的公司，然后也做了一些人物设定啊，等等等等啊。当时就2021年一进入这个年头，我就开始充满热情的干这个事情啊，时间延误社。一会儿给大家讲啊，这个东西现在演变成什么了。因为距离，比如明天我会发一个社群的一个贴文啊，告诉大家这个项目现在变成什么，它没有死，它变得很有意思。好 ，anyway， 接着说呢，就是我今天我都快忘了我今天的主题，今天是要给大家讲我那一年看的书，对吧？我通过这个时间轴把这一年讲完啊。好。我21年看完的第一本书呢，是1月25号，等于用了20多天吧，大概我不知道用了多久。当时看完了第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啊叫《每一天梦想练习》，就这么一本书，作者叫令维，就一个女孩子啊，叫令维。我为什么会看这本书呢？是因为当时在现实中啊，我的一个朋友，然后来这个三亚来跟我这个聚餐啊吃饭，然后呢，就是他把这个女作者带来一块吃饭，大家就认识了，就聊天。那聊天呢，就是大家都是写码字的嘛，对吧？写文字的。后来就说那你写什么书？他就说他就写类似这种，我一般管这种书叫就是鸡汤类的书，是吧？就是有一些道理，然后可以让人们看了之后这个产生动力，对吧？就好好做人做事儿，鸡汤类的书，所以他就是写这种鸡汤类的书，然后还挺多粉丝。后来我说那因为认识了嘛，我说那就看看你写的书吧，因为他有好几本，我说你推荐哪一本？他就给我推荐这一本，说是新出的。好，我就去买来看了。所以呢，就是把这个书看了，挺有意思的。其实这个人后来就是在去年，就是这个李老师发币的这个过程中，我又看到他的身影，就是他后来跑到币圈去了，就这个女孩就不再写这些书了，直接就混这个币圈了，可能还不错混的啊，但是具体我就不知道，因为不是很熟嘛。但是在李老师发币的那个过程中，我就又看到他的身影，就是他们那个什么李币啊，什么基金会，最早关注的一两个人就有这个女作者啊，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私下里都认识。这都是题外话，这跟他这个书没关系。他这个书写的还挺有意思，文笔是挺好的啊。那么，但是呢，当时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啊，就在吃饭的聊天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觉得他过去写的这些东西啊，都有一些同质化。他也想写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作品，然后问我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后来我就说，我说，你跳出自我吧，对吧？因为每个人活着活着，你就会有，尤其像他这样啊，成了某种畅销书的作者，然后到处出席活动什么的，他就会有某种光环围绕着他。所以我就说，你要是真的想写一个对得起你自己人生的一个严肃作品，对吧？是你的真正的一个产出，你就要跳出自我，跳出固有的你所有这些光环啊，你去写一个东西。当然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我这个话，有没有写什么新东西，可能人家现在也不写了，直接去挣钱去了，对吧？进币圈。Anyway，这是看了第一本书。然后呢，2021年看的第二本书呢，叫《我为什么自己的书一本没写》啊，作者叫 Marcel， 这是一个法国作者，好像是 Marcel 什么呢？他这个名字还不好念，叫 Benabo， 我给大家打出来啊，这么一个名字，这个这么一个名字。
哎，你们能看到了吧？啊，是这么一个作者啊，这本书的名字叫《我为什么自己的书一本没写》。然后呢，这里面有几句话写的特别好，我给大家摘读一下啊，就是他说现在啊，就是大部分书看上去都像是一天之内根据前一天刚读完的书搞出来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浮躁哈。你好啊，Yonoko Shiro，我不知道是不是对啊，你这个名字，新年好啊，新年好。还有刚才那个三郎织田啊，新年好。哎，正义之名，我也给你说个新年好啊。反正我觉得你这个人呢，特别喜欢，就是有一点杠精的感觉啊。但是 anyway 吧，这是你的风格，随便你啊，随便你，你愿意怎么发言就怎么发言。然后呢，我接着给大家念啊，这本书里一些话挺有意思的，说现在3句俏皮话和一个谎言就能够成就一个作家。这就是像刚才我说那种鸡汤类的书，就是真的这样书太多了啊，网文太多了。他说您可能和我是同一类人，当我们今天走进书店，心头难免一紧，而且出来的时候仍旧会感到不适，像是恶心，太多书了。然而许多年间，我人生中的主要事件都是阅读，就是喜欢看书的人呀，或者喜欢阅读的人呀，在现在这个时代是会感到很痛苦的，因为很多人不阅读。就很多人，大部分人不阅读的情况下呢，你就会失去，你比如像我就会失去很多读者，对吧？因为大家都不看书，那我写出来书，就像刚才这个正义之名似的，也没人买我的书，对吧？也没人看我的书，那我写出来干嘛呢？这个需要挺强的一个心理素质啊，你才能够面对像这样的 challenge，你不会生气，就是你尽管嘲笑我，对吧？没人看我的书，我的油管呢也没人看，是吧？这个订阅量也上不去，都没关系，你可以尽情的嘲笑，对吧？但是你也可以做一做同样的事儿，你可以试试，你看看你能不能写出一本书，你看看你能不能做一个频道在这里，每天在这里说一些你觉得是真心话的东西，你看看你能不能坚持做下去，对吧？然后呢，接着念啊，他说，面对那些丰产之徒，就有的人写东西很多，就是高产作家，我一直不太适应这样的人。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沉淀下来，好好的去打磨你一部作品，而不是说写很多东西。然后呢，他说，面对这些人啊，他说我极为不适，多部作品意味着自我拆分，这令我反感。我无法想象一片片或一块块的割裂自己。在我眼中，把一本书设计为某个系列的组成部分，几乎等同于欺诈。这难道不就是承认作品的相对性，承认它们都不完整吗？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家会这样承认他没有竭尽所能讲述一切吗？他应该只交一部精心构思的作品，无关乎某个思想阶段或人生阶段。他拿起笔应该只为了撰写，就算不是真正的封笔之作，至少也是可能的最后一本书，独一无二之书。这一执念便这样根植于我的内心。这个是这本书的作者在书里说的一段话啊，但是当时看完这段话，2021年的时候，看完这段话，我心里一震，就是找到知音啊，因为我就是用这样的心情去写天使的啊。我说他是，就是用这本书啊，我死了殿官坐枕，就唯一的这一本，最后一本，我当时就想写这么一本书，所以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就天使在我心中的分量还是这样，只不过过去这么多年了，我现在又有新的想法，所以我想写新的书，是这样。当时我是没有的，我就想写到这儿就 OK 了，把我一切的东西都放到那本书里去了。哦，对了，我做一广告啊，打一个广告，就是天使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2020年的平安夜是定稿嘛，所以到这个2025年，就前2天的那个平安夜是算是定稿5周年。所以呢，在我的这个个人的电子书店上，我搞了一个活动，就是限时1个月啊，到1月24号吧就结束了，就这1个月
我打5折，天使这本书打5折啊。那么之前是卖12欧，现在呢是6欧，就是你看到那个页面还会是12欧，但如果你真的买点结算的时候，它就会变成6欧。就算做这么一广告啊，如果你想看天使这本书呢，就趁现在比较划算，因为这一个月结束之后呢，就恢复原价。下一次打折，反正2年内不可能了啊，就是我也没这个计划。因为天使这本书呢，我之前说过，我最终会去写一个最终版，对吧？但是这个最终版是2年内是不可能，你们不可能见到的，因为我现在有太多的写作计划压在这里，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写完，才会去回到天使那个世界。所以至少2年后的事情了啊！你们现在如果想看，就是唯一的一个打折期啊！我做一个广告。所以我看完他这段话之后，我就觉得我做的是对的啊！我这么去面对天使这本书是对的。然后他又说，我一直嫉妒仅有一本书的诗人，仅有一本书耗尽了矿脉，不再为将来而保留蓄藏储备，仅有一本书，作家投入到一场不容喘息的求索中，无法打断，哪怕要进行阶段性的总结，因为无论如何，意义只在终结处才会显现。一本书的作用不在于无效的重复现实，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来延续现实。这就是当时我做的一些笔记啊，这本书。好，然后呢，这个到2021年的2月14日，就是情人节那天，我看完了那一年的第3本书，就是当时村上春树有一个新书吧，就叫《弃猫》，就是放弃的弃啊，弃猫。很短，就是因为买的都是 Kindle 版啊，1个小时就看完了这本书，特别短，但是还挺好看的，就这种小短篇的，村上这种小短篇的，就是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好，接着是第4本书啊，这本书特别着重的推荐给大家，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封面啊，这本书啊叫《洞见》，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这个是，我给大家念念我当时写的这个读后感啊。我说刚看完，让我的思维沉静片刻，我该如何用只言片语推荐这本书，才能令诸君感兴趣并切实阅读哪怕1遍呢？这样说吧，免得介绍作者的一大堆成就和头衔，只论及本书是有关佛学的。作为中国人，大家在生活中或多或少离不开佛教的概念和仪式，也总归认识一些信徒或仁波切吧。交流时有没有除了轮回涅槃彼岸净土，就是各种神通故事的？下次记得聊聊佛学的根本，空和无我。甄别一下对方，是不是真能诠释清楚清晰？如果最终只会落入大不敬与神秘的说辞，那该人不过尔尔，以后便任由他去吧。本书的英文原名直译是为什么佛教是真的，中文名为洞见，我也用2个字来作为书评，即通透。赶紧买来看吧，无论是在 Kindle 上还是实体书，这真的是一本西方人写出的以进化心理学等自然学科为基础去分析佛学的通透之书。以我对佛学一贯的领悟，我认为此书确实将佛学诞生之初的本源呈现出来了，让我们以现代人能够读懂的文字聆听佛陀当年的开示。这就是我当时对这本书的一个评语啊，非常的高。我特别喜欢这本书啊，这本书我买的是 Kindle 版，我还在我的书架上找，因为我从中国出来，我带出来的书不多啊，所以我还在想这本书我有没有带出来，因为这么好，我肯定会带啊，才发现是 Kindle 版的，在我的 Kindle 里。anyway， 这本书啊，介绍给大家，非常的好。然后下一本书呢是这一本，叫《即兴判断》，是木心的书啊。我一直说木心是我的
老师之一啊。我认老师的人很少，我原来的往期的读书节目给大家介绍过，我认为的老师呢，有一位是奥修啊，我认为是我的老师，然后木心我也认为是我的老师，第三个老师好像还没找到啊，先说这两位。所以当时呢就很久没有读木心了，就很想念啊，就2021年的时候啊，所以我就看了一本他这本即兴判断。给大家念一念我从里面摘出来的一些文字啊，我说看了之后，我说多好的文字啊，多么通透的智慧，世人对木心的重视和热爱还是不够的啊。看他里面写的一些话，就是下面是木心的话啊，他说：论俗都俗在骨子里，没有什么表面俗而骨子不俗的。当或人说啊，这太高深，我看不懂，别以为彼有所训，或有所憾。彼说这句话时是居高临下的。99个人背了十字架，空手兀立一旁的便是耶稣。悲伤有多种，能加以抑制的悲伤未必称得上悲伤。信徒们都很前进的样子，其中必有十分前进的，一辈子几代都一辈子前进的，在天主教堂中做礼拜，以为信的是佛、菩萨、喇嘛。为中年的无知者可怕，年幼无知很可爱，来日方长，说不定将是个哲师圣雄。年老无知也可喜，终究快要结束，其如假包换真的废话。非穷即富，非富即穷，因为一比较，不是显得穷了，便是显得富了。用文学来治国，每次实现在书本上，高尚其事，后来只剩高尚，没有其事，后来硬要其事，就不高尚了。博爱这个观念，人人以为爱是主词，其实爱是艰难的，一倒翻变成怨恨，而博则继博之后不会重趋于矮，就是狭隘啊，就是你变得渊博博爱之后，你是没有办法再重归那个狭隘啊。这样的，你过了你的一生，我过了我的一生，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啊。文化会发展，发展为畸形，通俗文化是畸形文化，是畸形文化中的最大一宗。这样，生命便又注定消亡在越来越畸形、越来越通俗的文化中。该是浪子回家，不会的，他不属于家，不属于法国，不属于世界，这都不悲哀。悲哀的有，他不属于自己。都知道了，都装作没什么，果然后来也真的没什么。小慷慨，小吝啬，小小盟誓，小小赴约，太大了，非人性所能挡得住。最后一句啊，一切价值都是偏爱价值。好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啊，这是我在2021年2月23日读完的书。然后读完之后呢，我发了刚才这个朋友圈之后啊，我的朋友圈里有另外一个作者，我不说他叫什么名字了啊，因为现在都不联系了。这个人呢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文化圈里写书的啊，你就可以看看中国的这些文人啊，就是水平太低。他给我评论，他说穆老先生的语言是混搭风格，智慧不智慧不知，读来总有晦暗之感，通透是谈不上的。就是中国的这些文人啊，这些或者所谓知识分子啊，就是最喜欢干的事儿，大家记住，就是不懂装懂啊，就是他自己根本就读不懂，那些通透的智慧他是没有的，他有一些嘴皮上的功夫，他有一些笔头上的一些功夫啊，能够写长篇的文字，但是你论到最深层的那个智慧层面的通透，他们是没有的。但是他没有归没有啊，他还不谦虚。他在真正看到这个通透的智慧的时候，他读不懂。
他读不懂的东西，他不会说哦，我是不是应该好好了解一下、学习一下？不是，他对于他听不懂的东西啊，我知道，就是我的来看我频道来骂我或者来讽刺我的很多人也是这个样子啊。我今天也一并吐槽一下，他根本就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他听不懂之后呢，他的反应就跟我现在说的这个作家是一样的，就是他说，哎，我看不懂的东西就不是好东西啊，他就不够通透，因为我不懂嘛，你哪里通透？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水平太差了，所以他听不懂。然后我当时也很不客气，我就回复他，我说语言总是混搭的，您感觉不到通透，那就过些年再读读吧。就是你面对这样的人，我有时候我对我的一些来骂我的一些留言啊，或者一些我也只能回复到这儿，就是你没有到这个层级，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对吧？因为我也做不到让所有人都喜欢我。你不喜欢我这个频道，或者说你看频道只是看说，哎，这个频道流量大啊，什么看的人多，点赞人多啊，订阅人多，你就觉得这是好东西的话，那我只能说你的认知层级太低了。如果说你觉得关注的人多就是好东西的话，那你为什么要翻墙出来呢？你看新闻联播不就完了嘛，对吧？你看这个什么环球时报、人民日报不就完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啊，你是没有办法讲的，你听不懂，那我只能说你就过些年再说吧，对吧？你什么时候能听懂，你就再说吧，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好，我们接着推荐书啊。接着呢，就是2021年的2月啊，对我来说是特别美妙的一个月，因为我看了好多东西。然后就是下一本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啊，这本书特别的好，叫《时间的秩序》啊，一个意大利的作家，他应该是一个物理学家吧，我记得。对，反正就是他是写跟这个物理相关的这些有点像科普文章啊，但是他的文笔特别好。我给大家念念我当时对这本书的评语啊。我说，2021年2月对我来说是非常美妙的一个月，我吸收了太多美好，形式上包括书、电影、剧集、动漫、游戏等等。最后一天是如饥似渴地看完了这一本《时间的秩序》。去年平安夜天视定稿的那一刻，我希望过些年当我不惑的时候，能够写一本有关时间的非虚构类作品，延误时间。今年元旦，我开启了一个2次元项目——时间延误社。近期，我总觉得，即便是个原案加脚本，也必须先确立有关时间理念的内核。于是我找到了这本书，拼图完整了。对时间延误社的野心必定增加了许多，但同时我决定，如果无法写出比这本书更深邃或更通透的领悟，我就不写延误时间了。你好啊 ，Jane，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时不是还是在弄这个时间延误社这个项目嘛，所以它跟时间有关，我就需要一些理念的内核来支撑，想要把这个东西理顺，所以我就再去读这些物理学的这些读本啊，然后再去学这些知识。然后其实我也想写类似这样的一本书，但是当然了，就是肯定写不到这本时间的秩序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啊。术业有专攻啊，人家是专业的物理学家，所以这方面的书我写不了。但是呢，后来我是通过这本书，还有好多其他的书，我以后会介绍给大家，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加在一起之后，使我对于时间、空间和宇宙的本源的这些认知啊，提升了非常高的一些层次啊，再结合我过去的在宗教层面的一些修为啊，那么加在一起之后，我是第2年了，就2022年的时候了，我等于梳理出了一个我的这个创作作品的一个内核，关于时间的。后来梳理出这个东西之后呢，在那个基础上，我2022年去写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电影剧本
啊，就是关于这些阿兹海默症啊，关于这些意识上传之后的这些时间的落差呀什么，那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电影剧本。但是特别遗憾，那时候疫情的时候，所以本来想找人把它拍成电影的，但是也没有机会。然后随着我决定就是论出来，然后做这个频道呢，当然整个可能中国的这个影视圈又对我关上大门了，所以等于我自己把自己给谋杀了。Anyway 吧，反正不知道，看以后有没有机会啊。这个 AI 的时代，我能不能把那个本子自己给它弄成一个有意思的动画片，或者真的有人可以把它拍成电影，我不知道。但是其实那个故事特别好看，如果能变成电影的话，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啊。好，子越啊，也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所以这本书我特别强烈推荐给你们啊，就如果你想了解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啊，你就看这个，它不枯燥。就这类书，其实大家可能会以为是，讲这些什么物理的这些定理啊，什么东西会很枯燥，不是。这个人的文笔特别的好，这个 Carlo Wesley， 他的这个文笔特别的好，所以我强烈推荐这本书给大家看啊。OK 啊，我们继续往下啊，然后好，进入3月呢，3月我都在干什么呢？当时，忘了在干什么，但是当时我看了一些这些书，给大家看啊，在这儿，对，我把画面切回来，看，这是我当时陆陆续续的买的一套小书啊，我还给带出来了。这小书特别有意思啊，你看，这么一个薄薄的一本，它是 MUJI 出的。无印良品大家知道吧，做那个一些衣服啊，一些文具啊，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活用品啊，那个日本品牌 MUJI 啊，无印良品，我还挺喜欢这牌子，特别性冷淡风是吧？他们当时出了一套书啊，这个书呢就是介绍一些应该都是日本人吧，都是日本的各种的艺术家，你看这个柳宗悦啊，花森安治啊，然后小津安二郎啊，就讲他们的故事啊，佐野洋子啊，行，不给大家全念了吧。然后我到现在我也没把这一套书全看完，就是看了一些。你比如说我3月29号先看了这个小津安二郎的书啊，就关于他这本，你看看他这书里就是这种竖版排着的啊，像一些小段的诗歌似的啊，当然也有，你看这是他拍电影的那些草图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小书印刷都挺好的，你看还有一些照片啊，在这个书里，然后讲述的他的一些故事啊，其实这一套小书还有一些小漫画啊。这种书就会你看了会挺有成就感的，因为你找一个下午，找一个地方很舒服的沙发一靠，喝个咖啡什么的，很快啊，一会儿你就算看完一本书了，对吧？就这样的体验也挺好的，就是轻松。我记得当时我看他在书里还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彩色电影让人头疼的一点在于影子总是拍不出效果来。影子这家伙啊，一变成彩色的，就没法拍出真实感了。多好啊，这话说的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都是彩色影像嘛，对吧？你很少会看到黑白影像。反正我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每一年啊，总有一些这个导演会拍一些纯黑白影像的电影，很少，一年可能就1、2部、2、3部。反正看到这样电影，我是不会错过的，就一定要看黑白影像的。我特别喜欢黑白影像的这个质感啊，因为大家知道我自己作为摄影师，我只拍黑白照片嘛，10年了啊，我只拍黑白照片，所以这个刚才这个小津安二郎这句话，当时我看了也给我很大触动，就是这个影子，我也很喜欢拍影子。后来我从来没想过，就是其实，在彩色影像里，这个影子就好像有点失去它的那个灵动的感觉了，对吧？你拍不出那个真实感，很有意思。他这句话。这些都是一些洞见，就是这些人的一些洞见啊。
好，接着说啊，接着这个这不是一天看一本嘛，然后当时第二天3月30号我就又看了一本这个滨谷浩的，我给你找找啊，在哪儿这本啊，这本啊滨谷浩的这本书，它呢是马格南图片社，不知道大家最著名的图片社啊，马格南图片社的首位亚洲摄影师，就这位滨谷浩啊，首位亚洲摄影师。所以这里边有很多他拍的一些照片啊，大家看。我不知道现在这一套这个 MUJI 的这一套小书还能不能买，真的挺好的印的。你看他这照片，然后我给大家看看他拍的一些照片啊。你看，这个是滨谷浩在1956年在乌鲁木齐拍的一张照片啊，你看。你看他旁边写的话，他说我认为照片就是一种残像吧，当这种残像完成时间的累积，足以呈现空间的辽阔时，照片的精妙作用就会显现。那我觉得如果你是喜欢拍照的人，他的这句话，你如果能够完全领悟的话，那可能对于你的这个摄影的境界是一个非常高的提升。好，还有一张啊，再给大家看一张，也是这个滨谷浩拍的。你看，拍的一个日本女人啊，你看她旁边这个话说，她说曾经有人说我是这个 thinking photographer， 就是一个会思考的摄影师哈。但是说她说现在我想成为 unthinking， 就是不思考的 photographer。这个我是能够完全理解她在说什么的。啊，就是过去我在进入最近的这10年只拍黑白照片之前，之前不给大家讲过吗？我看于朦胧拍那些照片，就想起我最早20多年前刚开始拍摄影，就是数码照片的时候的当时的一些想法，就是你会去思考啊，我要怎么构图啊，我这个需要用一个什么焦距的镜头啊，我要怎么去表现这个画面呀？这一张照片，我想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啊？什么？就你会加入非常多的 thinking 的部分进去，但后来我就跨过了这个阶段啊，我就跟这个滨谷浩的想法是一样的，我不想 thinking。我觉得，包括我后来拍的这些黑白照片，就是我可能明年2026年，这是我明年的一个计划，我会去把我之前拍这些黑白照片去在我新弄的那个个人网站，就是2084studio.com 这个网站，哎，我也打个广告吧啊，今年最后一天了，我们就瞎聊啊，你们觉得无聊就别看了。就这个网站，我是前一阵不是注册的嘛，对吧？这个上面会慢慢会增加很多内容，现在也有啊，2084 Studio 的一些作品和我个人的一些作品介绍，然后我会在上面会开一个单独的页面，去把我之前的黑白照片去做一个个人影展在上面，所以到时候大家会看到，就是我的那些黑白照片，它是每一个照片是没有名字的，有一个命名，就是3个字母的一个排列，但是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只是一个编号。就我觉得影像就是影像吧，不赋予它一些其他的东西了，文字啊，有的人拍个照片给这个照片起个名字，下边还得说一番故事啊，什么几月几号我在哪儿拍了，看见一个人怎么样，所以我在哪里摁动了这个快门什么，就一堆的故事。我现在觉得没有意义，就是不要做这些事儿了。只是一张照片啊，我拍的时候我也许都没有从取景框里去取景，我就拿着，我就这么，就那个 moment 我就拍了，它呈现出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不去解读这个照片，你看到的时候，结合你自己的经验和当时的心情，你愿意怎么解读，这就是你的事情。其实这也是，后现代艺术的一个倾向吧，对吧？就是我们不去额外的给它赋予意义，甚至这个意义我都要把它去解构了，甚至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就是最大的意义。这个就是OK， 就顺着这个事情我多说2句啊。好啊，接着这个就到了2021年的4月1日，这一天其实挺重要的，因为这一天我做了4个决定。我们跳脱出这个书啊，先聊一点点小别的话题。
那一天我做了4个决定啊，跟现在也有关系。第一个决定呢是关于就是我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我的作品。我想我老观众应该知道，我经常提起我写的作品啊，就是很好记，我的个人作品很好记。现在就是4个作品，第一部作品就是1个字儿，第2部作品就是2个字，对吧？第3部作品就是3个字的书名，第4部作品就是4个字的书名，特别好记啊，1、2、3、4。第一部作品就叫一，就这1个字儿。第二部作品就是天使2个字，对吧？第3部作品就是这个玉门江3个字，这个还没写完。这是明年的，我都不知道明年能不能写完它，反正努力吧。然后第4部作品就是这个徐州之旅啊，明年你们一定能看到它啊。好，就是第一部作品这个一呢，我当时呢是做了一决定，我说关于一，我曾打算找个时间把第7章和结尾重写一番。然而鉴于其全部精髓已被天士吸纳，我决定今后不修订也不再印了。然后我提到了一个书屋的名字，就是海南那边有一个凤凰九里书屋啊，我说在那儿可能你可以淘到几本绝版的，因为我当时给那个书屋啊捐了一批书啊，捐了很多的书给那个书屋。这是我5年前的一个决定，对吧？但是我现在想法变了。我当时为什么觉得这个一这本书我就再也不就是我当时是想把这个第7章和结尾重新写一下。后来我为什么决定不写了呢？是因为一这本书呢，在天士这本书里啊，我等于把一这本书给它的精华部分给吸收进去了。等于一呢是大概10万字这本书，然后呢我把它缩写成了2万字，然后这2万字呢就融入进了天士的那24万字里面去了。等于在天士那个故事里，一这本书呢当成里面的一个人物写的，然后它对于它是很有意义的啊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啊，那我天士都写完了，然后马上要出版了，那么这个一不就等于成了天士的一部分了嘛，被吞了，对吧？就不用再找时间去重写了。但是呢也祝你啊 Happy New Year 啊，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念你的名字Sorry。 然后呢但是我现在想法变了因为我觉得2026年就是明年2026年是我这第一部作品一的出版出来的10周年。就是一这本书呢，我是2016年写的，然后也是那一年出版的，在香港出版的繁体字的。然后呢，到明年2026年正好10周年，我觉得呢，给他一个机会，就是就是写完徐州之旅之后我会重新回到一这本书。10年了，我觉得可能我有一些想法会变了，我会把这本书重新的梳理一遍，可能有一些章节我会重新的去打磨，重新的去写，尤其是结尾，可能我会重新写一个结尾。然后写完之后，我就会把这个一的，我就算是终极版吧。我可能这一生对这本书就交代在这儿了，就不会再去弄它了，也没有时间和精力了。做一个终极版，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很感兴趣，就可以买到纸质版了。因为一的原版的纸质版是没有地方可以买到了，我手里还有几本，但就是收藏用了，所以让它再重见天日吧。这是我明年的另一个计划。其实天士这本书啊，挺强悍的啊，就是当时特别逗。给你们讲一个额外的故事啊，我是2015年计划要写天士，然后呢到16年还没动笔啊，但是当时有一个新的想法，我等于先写了一这本书。好，写完一这本书呢，然后我就开始想，那我就该写天士了，对吧？但是同时呢，我有另一个想法，我就等于当时同时在写2本书，一个是天士，一个是当时我计划的第3部作品叫牧野湖，一个科幻武侠故事啊，牧野湖。我当时在写那个书还写了挺多的，写了几万字。后来突然我觉得，哎，不对啊，就是这是一个故事，
你知道吗？这是本来就应该在一个框架内的，所以呢，就是牧野湖这个书我就没有继续往下写，然后整个牧野湖的故事就被打包，就被天视给吞了。等于原本我那个第3部作品，这牧野湖就没了，就被天视给吞了。后来呢，就等于开始写天视，然后写着写着，我又觉得，哎，这个一也在天视这个故事里，所以就把一也吞了。所以你看，天视这个书很强悍，就是它吞了我2部作品，前后都吞掉了，变成了天视，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世界观的作品。然后，所以这个3个字的作品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小诅咒啊！你看之前写的这个牧野湖被天视吞了，然后就是这个去年我开始计划要写的这个玉门江，对吧？也是特别艰难，到现在进行不下去。结果我又跳过它，开始写这第4部作品《虚舟之旅》了。所以3个字作品呢，可能是一小诅咒，但是呢，我打算明年呢，把这个《虚舟之旅》和这个1的终极版都写完之后，然后这个玉门江我要把这个诅咒给破了。然后 anyway 啊，接着说啊，然后当时啊，2021年4月1号的4个决定啊，刚才关于1的这个决定念完了，然后就是第2个决定是关于天视的，就是当时就开始跟这个编辑不停的沟通啊，封面设计啊什么的，当时都觉得2021年就能见到天视的出版，没想到是要一直到2024年就被折磨死啊！我真的现在就不想跟这个中国的出版社有任何的联系，当然也不可能有联系，因为天视被禁了嘛，所以我觉得我的书也不用在中国出版了。anyway 这就不说了这个决定。然后第3个决定呢是关于我这个拍的摄影作品呢，就是16-8，就整个这个摄影集的一些决定。那么当然了，这个也是明年会你说天视像黑洞一样，对，它不仅吞噬我2本，还吞噬我，吞噬各种东西，所以我2年内我现在不想碰它，就是2027年再说吧，我就先把我现在要写的一些东西写完。所以这16-8就是我的这个摄影集，我会明年会把它变成这个网上的这个个人摄影展啊，刚才都讲过。然后第4个决定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时间延误社的这个，我说我决定终止连载开放式的这种创作路数，重新以电影剧本的标准格式和长度来考量本作品，等等吧。但是就是遗憾的是啊，就是这个时间延误社，我说2句，就是遗憾的是我2021年没有完成它。就是后来找不到那个感觉，所以这个作品当时就完全搁置住了。那么到2021年的10月24号，那个时候我后来就一直给大家讲的这个2084，就这个 IP， 包括这个工作室什么，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等于我们就决定以这个天视作为一个背景设定，然后把其中的1年，因为天视写了150年的跨度，从1950年到2100年，那么这150年之中，我选取了2084这1年，这1年呢拿出来，然后这1年里边，在这个表世界啊发生了非常多的故事，然后我会写不同的故事，所以开始开发整个这个科幻 IP， 这是2021年10月24号开始干的事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写了很多故事，其实包括现在的这个虚舟之旅啊，包括什么这些，其实都是2084这个宇宙的一个碎片。包括我后来2022年写的第1个电影剧本叫《时空隐士》，也是这个里面的一个角度，都是独立的，互相都是独立的，但是共用一个特别大的，就是天视给当原 IP 的一个背景设定。所以呢，这里面呢，后来就是还有一个电影剧本的一个构思，就是叫《月球背面》啊，当时的暂定的名字叫 Far Side。然后这个剧本我也是写了一开头就一直没能写下去。然后这个项目前一阵你们看我发的就是 Shorts， 就2084 Studio 那个油管频道发的 Shorts， 里面提到了就是我这个关于月球背面的这个故事啊。后来改过一个名叫 Lunar Void， 然后后来又改了一个名，就是现在的一个定下来的名字啊，叫 Moyao， 就是特别像一个法语啊，就这么一个名字。其实它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一个音，
样一个镜像的一个音，是由这个 moon 就是月亮这个词去倒影变化成的，叫 moiao。这个 ao 有点像是这个猫头鹰的音，对吧？然后前面是这个月亮的一个变体，就是这个 moiao。所以这个 moiao 呢，是我现在的原本计划的，就在徐州之旅之后的第5部作品的名字。然后关于月球上发生的一个反意识上传的，然后有很多法国元素的这么一个 idea。然后呢，它会是非常碎片化的，我不想写一个线性的故事。然后它碎片化怎么呈现呢？因为你就没有办法印成书了，对吧？因为书我们都知道你是要从头翻到尾的，它的这个阅读是一个线性的，从头到尾的，对吧？你很难说我随便翻开哪一页，然后这样也可以，但是你的这个印刷的本质造成它就是线性的。所以我觉得在一个网站上或者以一个游戏的形式，你每一次进去都是随机的进入到某一段，然后你自己去拼凑，可能会比较有意思。这是我现在对这个作品的一个构思啊，当然很初期。然后呢，最近我就在想，那这个 Moyal 是它的中文名是什么呢？对吧？它没有意义，它中文名是什么呢？那么后来我就是在回看我2021年这些想法的时候，我突然找到了中文名，那就是时间延误社嘛，对吧？因为正好是5个字，时间延误社。我的第5个作品就是这个猫牙奥的中文名时间延误社。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埋藏的梗，就是我刚才说的，我2022年写的第1部电影作品，就这个时空隐士。其实在这个时空隐士里有一个人物，然后里面一小段故事就和我最早这个时间延误社里面的这个主角，一个女主角啊，是有关系的，等于我当时埋下了一个伏笔。所以你看，时间延误社和这个电影剧本时空隐士和后来我要写的另一个电影剧本，这个关于月球的这个 Far Side， 这3者现在这个点上终于统一在一起了，就变成了这个毛耶奥，就是我的这个第5部作品的一个雏形啊，中文名就叫时间延误士。我不知道我讲的清楚不清楚啊？当然这个事情就是现在画个饼，因为我可能也真的要到27年甚至28年，我才能开始真正的去投身在这第五部作品。我要先把这前面这4部作品全搞定。OK 啊，我们讲完这个事情了啊。好，接着给大家看一张图啊，这个就是我2021年后来看的一本书，这个草间弥生的自传，叫《无限的网》。好，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啊，就是你问我有没有考虑写现实主义的非科幻作品？对，我的那个第3部作品《玉门江》，它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的。因为玉门江是这样，但是它也是有科幻的壳，但是那个只是作为一个科幻的壳。那么它可能是我写的第1个比较现实主义的作品。它里面会写什么呢？玉门江会提到文化大革命提到这个3反5反大跃进，因为它是年代是跳跃过去的，包括中共的这些少数民族政策，对于这个尤其是在新疆，因为里面会有2个主角，就玉门江啊。我要不要把这个书名再打一遍呢？算鞭策自己吧，你们也鞭策我啊，一定要鞭策我把这部作品写出来。这部作品会非常的好，但是写的时候会非常的费劲，你知道吧？就是它会让人很痛苦。就这部作品，这个名字，它会有两个主角，一个女主角，一个男主角。然后女主角是汉族，男主角是维吾尔人。故事会怎么进行呢？就是目前的结构是这样，它会有一个引子和一个最终的一个收束，那么这2部分是对称的。然后中间呢会有9章，那么前4章呢，它会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是关于这个女主角的故事，就是中式的这种结构啊，起承转合啊，这么一个东西。
刚才讲了有关于文革，对吧？有关于这个中共的这个少数民族政策，有这个新疆当时这个7·5事件啊，乌鲁木齐这个，然后还有就是会写到这个新冠疫情、白纸运动啊，乌鲁木齐那场大火等等的这些事情都是现实主义题材的啊，完全写实的。那么当然除了这部分之外，它也会有一些超过现在这个年代的未来的一些回溯的感觉的东西，但是那个是后面那几章的部分啊，那个部分我有一个初步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可能以后随着去创作可能还会变啊，大概是这么一部作品，所以就感谢期待啊，感谢期待，鞭策我，督促我，除了做节目要好好写东西。然后 anyway 讲回来啊，2021年当时我出去旅行啊，大家看这张图，我出去旅行，这是一个咖啡馆，其实我挺喜欢这个感觉的，就是原来在中国的时候，就是跑到一个地方旅行，然后你会有休整的时候嘛，找一个咖啡馆啊，然后点一杯茶或者咖啡，你在那里消磨一个下午，然后一般这种咖啡馆里都有一些书啊，你就拿起一本你感兴趣的，然后因为你时间很紧迫，你就会在那一个下午争取把它看完。那我当时就在那儿看完了草间弥生的这个自传，这本书还挺有意思的，我挺喜欢草间弥生啊，挺喜欢他的。对，我就说这种体验特别好。那么时隔5年之后，然后你回看到这么一张照片，你可能又能想起那个午后啊。OK， 然后我们对，我给大家念一段这个草间弥生当时说的话。他说我总是精疲力尽，唯有睡觉才是最大的快乐。起床时腰疼、脚疼、头疼，全身贴满了膏药，遍体鳞伤。我去针灸，也请人按摩。每天走到神乐坂，走上1万步，身体一定要健康。我把控自己的身体是很严格的，无论你有什么思想，可只要身体不行，便百念皆灰。我与艺术界完全没有联系，和作画的朋友也不怎么来往。一个人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开幕式的邀请函总会寄来很多，可我都不去，因为那里没有交流，况且我也不是什么会的会员。我不和画坛的人说话，也不出现在画坛的活动中，我不喝酒，也不抽烟，这完全是一种自我控制。总之，我把一切精力都投入到了艺术创作，日复一日平静的生活。有一点让我坚信不疑，艺术的创作理念最终是从孤独的沉思中诞生的。这句话特别好啊！艺术的创作理念最终是从孤独的沉思中诞生的啊，确实是这样。这是一片从镇魂的寂静中绽放出的五彩光。正因如此，我现在的创作主题都和死亡有关。科学、机械、万能看上去是进步的，但这些东西不仅让生命失去了光彩，而且还让人的想象力变得贫瘠不堪。信息社会越来越暴力，文化单一，环境污染，在犹如地狱般的景象中，生命的神秘已经停止了呼吸，死亡已经放弃了寂静与庄严，正在一步步的导致我们无法沉寂的消亡。我现在其实想起来，就是我当时看完他这一番话之后，我就在想啊，因为天使这本书啊是无关死亡的，甚至可以说是反死亡的。我在里面写了很多在我们现实中已经死去的人物，这一些精英人物啊。那么我当然很喜欢这些人，那我就说这些人我都不希望他们那么早的就死去嘛。所以在《天使》这本书里，他们都还活着啊，以某种形式的活着。所以在《天使》里是没有死亡的，就是因为意识还要上传啊，所有的人类都会以另一种形式去存续下去。就我都在写这些东西，但是我当然意识得到死亡的存在，所以我在想，我其实也没有在《天使》里把所有东西都写了。死亡这个主题，我肯定是要去探讨的。那么也形成了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几年间的一些思考。所以其实虚舟之旅是有写很多关于死亡的东西啊，为什么会痛，为什么会
需要这么多的情绪和能量去 cover 它，就是由于我在写死亡徐州之旅anyway 好接着说啊2021年的4月5日然后就又看完了一本这个木吉的小书，叫什么呢？山浦日向子在哪儿呢？在这里啊，看完了这一本小书，我把这个草间弥生让它关掉啊。看了这么一本小书，就是他就是一个作家吧，他是写这个江户很有意思的，写江户时期的一些东西，这也不涉及什么黄色吧，就是一些女性身体啊，应该没事啊。然后就是他去分析江户时候的一些特征啊，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啊，画的一些江户时候的一些漫画。anyway 等于当时又看了这么一本小书。好，然后说到2021年4月30号啊，我当时啃完了一本，啃完了啊，真的是啃完的，不是看完的，很痛苦啊。这本书看的就是著名的这个尤利西斯，然后我觉得你们可能都真的没看过，就是我也不推荐这本书，我也不推荐，但是确实很好，但是你看的会非常痛苦。你如果看就是中文版，你要挑这个翻译的版本啊，因为有不同的人翻译。我推荐的是金堤先生翻译的那个版本啊，金堤先生翻译，就是我当时写的评语说，我说实在是难啃但是完成后呢，就看完之后你觉得很爽，又无法轻易推荐给别人，因为阅读的门槛太高了。就是《尤利西斯》这本书啊，就最后一章啊，通篇都没有标点啊，那就是我的天使那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因为我整部书是不分章节的嘛，然后不分章节，整部书不分章节，然后最后一部分长达18页，连段落都没分，就是我天使那本书都不分段落，因为那整段18页那一整段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提升这本书的一部分。然后我以为我写的挺颠的啊，但是尤利西斯最后一章连标点都没有。也不知道我更疯还是这个乔伊斯更疯。反正这本书其实非常难写啊，真的，我觉得就我写不出这样的书啊。尤利西斯真的特别难写，他是完全意识流的嘛，对吧？意识流就是他整本书呢是写这个主人公在一天24小时之内他的所有的想法啊，他看到什么东西的各种想法。然后对你说对，就是尤利西斯像天书一样，就是我对这本书其实没有什么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批评他啊，但是有一点有点遗憾。你想啊，整本书是讲这个人物在一天24小时内的意识流，但是我们看它的时候，这个书的体量没有办法让我们同样的在一天24小时之内看完，这是一种遗憾吧，我觉得，对吧？因为我觉得我看书算挺快的，但我肯定看不完。我不知道你们谁能够在24小时之内把尤利西斯看完，也许有人可以，也许这是乔伊斯的目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让大部分人能够在24小时之内看完一个人24小时的这个意识流，这也是某种意义吧，对吧？所以这个一定要说这个书的缺点，那我就挑这一点，就是没有办法在24小时内看完。特别难啃，真的特别痛苦。你看这个书啊 ，anyway， 好，接着说啊，然后就是整个的5月，因为刚才是4月最后一天啊，2021年的整个5月我都在看什么书呢？都在看这个人的书，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作家，就是这个 Robert 麦基。他的书呢，就是如果你是写故事的啊，你写剧本的，你写什么游戏的脚本的，或者你写一些文本类的东西的，都要看他的书啊，大师级的。
这本的 story 故事啊，就是它的经典中的经典。我当时在干嘛呢？我整个五月，当时我都在看这本书，然后做了很多标注啊，而且我马上就看了第二遍，我连看2遍。因为其实当时我在学怎么写这个剧本啊，当时我还没有真正写剧本，在学，然后还写了几十页的这个思维导图的笔记啊。后来又看了他另一本书，就是叫《故事经济学》啊。然后呢，特别巧的是2020年的5月，同一个月，前一年，我还看了他写的另一本书，叫《对白》。所以我说我以后干脆每年的5月都来重温他的书吧。也没做到啊，也没做到。反正就是如果你是比较专业的去写小说或者写电影剧本的，你一定要看这本书。如果你是做什么，比如说这种品牌营销啊，这个什么一些广告传媒类的，或者你想当一个网红啊，学会怎么讲故事什么，你就去看他另一本书，叫什么来着啊？叫《故事经济学》那本书啊，就是比这本书要薄一些。他讲的是更偏那个商业操作理念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这2天发现就是今年2025年他出了一本新的书啊，叫 Action。我刚刚下单买了，然后我还没看呢，刚下单买了，叫 Action 啊，应该也挺不错的。好啊，推荐完这个了，然后这就是我2021年上半年啊，一共看了13本书，刚才给大家说了，然后我们现在进入到下一年。下半年我看了一本叫做《剧本影视写作的艺术技巧和商业运作》这么一本书，这就不详细推荐了吧，因为这些书有的时候都是在外面。你看我又看了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啊，写诗的那个诗学，就是亚里士多德讲诗学的这个一本书。而且是我当时写的评语是雷暴啊，冷雨夜，在同样被称为 HK 的海口，这是一挺逗的梗是吧？因为我们一说 HK 就是 Hong Kong 嘛，香港，但是海口也是 HK， 他们海口那些银行啊或者什么的简写都写 HK。海南现在不是封关了吗？这个话题以后我们再聊。那天在雷暴，那天我正好在海口，再去那边去做点事情。然后就睡不着了，就把这本书看了，然后还看了一个日本作家叫佐佐木志广，他写的这本书叫《游戏剧本怎么写》，就当时我在研究各种剧本怎么写，叫游戏剧本怎么写，就是这算有点工具书了啊。然后还看了一本呢，一个科幻的小说，挺有名的，叫《机器人大师》，就是莱姆写的《机器人大师》。但其实我对他的那个故事怎么说呢，我不是那么的感冒啊，所以我也就不推荐给大家了。我的2021年的下半年，实际上我是花时间最多的就是看这个科幻小说，然后就是重头戏来了啊，强烈推荐大家的这就不说了吧，沙丘。我是2021年才开始看的。其实这种东西需要一个契机，因为那个时候正好电影要上，对吧？然后我一想，我还没看过原著小说，那赶紧看一下吧。就是你需要这种契机才能够 push 你自己去进入到这种大部头的经典名著的阅读之中，因为你想，名头很响，也很厚，书也很多，然后你每回想起来就头大，就说哎呀，找时间再说吧，对吧？但是你真的要强迫自己找一个时间，就把这些经典东西去读了，真的不可，就是你看他这个书封上写的不可不读，对吧？真的是太好了，沙丘真的太伟大了，这部作品。我给大家念啊，它其实是6部曲吧，就是一共6部嘛，但是你不用全看，我到现在也没全看完，我到现在只看了前2部，我是看了2部还是3部啊？反正没有全看完啊，好像是3部。然后当时我是看完了2021年看完了沙丘的这个6部曲的第1部啊，我说真是伟大的作品，鉴于下个月电影有可能内地上映，我就不剧透了啊。
然后等等的吧。就是当时我没有办法剧透，就是这个我就强烈推荐你，要是真的有时间，说现在想好好读一个故事，我强烈推荐沙丘啊。然后呢，这是什么时候看完的呀？我是8月29号看完这个书，然后是10月13号的时候，那个时候三亚在刮台风，海南刮台风，台风天就在家待着嘛，就看书。那时候看完了宋徽宗这本书啊，宋徽宗这个是也是强烈推荐大家看的宋徽宗这本书。我其实原来做过一期节目啊，就是详细的讲述宋徽宗这本书的一些事情。我原来很早，可能1-2年前了，做过一期这个油管节目的，大家可以去翻啊。我说看完这本书呢，深感文明建立之不易，真相传世之不实。几千年往矣，史官仍然幼稚，或有朝一日吾辈终能直面徽宗朝林林总总，甚至以各种艺术形式剖析再现，方敢说中华文化重拾了些许自信。这是当时的一个评语。OK 啊，我们接着推荐书啊，然后就推荐这一本书。先推就这个人啊，阿西莫夫也是今天用的这个封面啊。我觉得当然他最著名的就是基地嘛，对吧？这基地就更别说了，基地是多少部曲啊？15部曲。刚才沙丘是6部曲，他写的这个基地15部，我到现在也没全看完。基地我可能看了也是看了2-3部，写的真好啊，写的真好。就是你要说这个作品的恢宏和伟大程度来说啊，它那个结构的伟大，我觉得阿西莫夫的这个基地啊，还是要在沙丘之上啊。所以你现在如果你只看一本书，我推荐你看这个阿西莫夫的这个基地。因为当时也是这个 Apple TV 苹果不是要拍这个 Foundation 嘛，就拍这个基地这个剧，但我真没想到这个剧拍这么烂。现在还在更，我早就弃剧了。因为实在是距离这个原著的这个高度差太远了，就是这个电视剧差太远了。这个电视剧的编剧，怎么说呢？加了太多的一些自己的想法呀、政治正确呀、什么商业考量啊。Anyway， 反正就是我觉得他一思考完了，就直接把这个阿西莫夫的精髓全都写没了。所以跟那个就是我觉得你如果看过剧也无所谓，因为没什么关系啊，差别很大。一定要去看这个书本身，这个小说本身，这个基地啊 ，Foundation。你也不用想那么多，什么15部啊，你什么时候能看完？你不用想那么多，你就看第一部，你就把基地的第一部看了，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疯狂的推荐给你了，就是太好了啊，太好了，我也没法说剧透的话啊。OK， 基地我是2021年10月15号看完的。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也给了我一些启发，就是因为马上我就15号到24号这9天后，我就开始去做2084整个这个 IP 的开发了，可能也是基地给了我很多的这个激励。然后呢，好，再推荐一本书给大家啊。另外一本科幻小说，2021年我真的是疯狂的在看科幻小说。这个《克拉拉与太阳》，这是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那个石黑一雄的，这应该是得奖之后了，得了诺贝尔奖之后，然后他写了这么一个科幻小说，叫《克拉拉与太阳》，还挺好看的啊，还挺好看的。当然，那个就思想的高度肯定跟这个沙丘跟基地没法比了，这个体量也比不了。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一部很精良的作品啊。这个《克拉拉与太阳》，我当时呢写了一个很长的读后感，我给大家念念啊。我说今日分享我最喜欢的一首词，
作者是南唐后主李煜，是他被囚汴京去世前不久所作。其中有一句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传统的注释相对好理解，无非是说作者做梦时忘却了自己乃羁旅之客，得享片时的欢愉。但若加上庄周梦蝶的思辨，现实与梦境哪一边为真，自身在哪一边为客，亦或两边皆为梦幻泡影，人生所有的欢，在更宽广久远的宇宙时间维度上考量，都不过一晌而已，所以才贪，以稀为贵。再换个角度，将虚拟现实理解为一种白日梦，目前的发展阶段当然很好区分与现实的差异。如果未来诞生了真正意义上能够完全拟真的元宇宙，就像我在天视中描绘的 W 世界，也叫里世界，相对真实世界为表世界，我相信人类最终会愿意认为，可以为所欲为甚至电子化永生的里世界才是主观上的现实。偶尔必须回表世界一趟，反而是做客，是场梦，且不必一晌贪欢，因为里世界有为所欲为的永生之欢。从认知学来分析，这很正常。每个人的意识形成必然掺杂着自我欺骗，自我这个概念本身便是一种幻觉。顺便聊一本刚看完的书，来自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的新作《克拉拉与太阳》。我其实对他的写作风格不太感冒，但我无法不看这本小说的题材，是从一个机器人无私的视角来观察人心。科技背景的设定有些瑕疵，我就不剖析了，无伤大雅。2084同样要借助机器人和仿生人来聊一聊人类和世界。这本书还是值得看一看的，以免暴露过多情节，我直接引用这个作为今日的一个分享的结束啊。有一样人类共有的特质，却是克拉拉所缺失的，那便是自私。因为它是一个完全利他的存在。纵观全书，它的全部考量与出发点都是围绕着他人而展开的，从中我们看不出他对自己的境遇与命运表现出哪怕是一丁点的关切。这也就注定了克拉拉的一切品质与情感都是无法用人类的维度去衡量的，因为正是由于自私的欲望与升华的渴望并存，人类的心中才会充满了矛盾、彷徨与痛苦。没有了自私那下坠的重力，一切崇高向上的人性也就虚无缥缈地失去了分量。自私是人类沉重的负担，但也许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也会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最重要的锚点吧。我觉得在今时今日就已经过去了4-5年我们在回看这个《克拉拉与太阳》这部作品的时候，刚才这一段译后的话就是这个译者他写的这段话，我觉得特别的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现在的 AI 时代，对吧？因为一切都是 AI， 很多时候我觉得到明年2026年，可能大家更加区分不了什么东西是 AI， 包括这些油管上的一些主播你以为是真人，但其实已经是 AI 了，对吧？非常像，语调表情动作都很像，你很难区分。然后怎么办？在一个我并不拒绝 AI我非常拥抱 AI 这个时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品质我们能够感受到来自一个有瑕疵的人身上的那种温暖和闪光点是什么？我觉得很有意思。
是吧？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不停的反思的。当然我作为一个作家，我也会去反思啊。OK 啊，我们这儿有一位英文的观众 OK，no，你喜欢这本书是吧？You love this book, right? Okay. Now I speak Chinese, so there is no English subtitles. But later, when the stream finish, after this, I will add English subtitle immediately. OK， 好啊，那我们就继续啊。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已经10月30日了。然后，后面我又看了2021年的最后一本书啊。这本书我也是要，thank you。这本书我也是要强烈推荐的啊，就是侯世达啊，侯世达，我原来推荐过很多次他的书，这是大师啊，就是你要说我的，开头说了，我有2位我认为是我的老师，对吧？奥修和木心啊，你一定要说我第3位老师，我认为是侯世达，就是我对于，因为我的所有的作品啊，其实这些科幻作品，它的最本质的点其实都在聊这个人的意识上传的这些伦理的问题啊，意识上传之后的这些人的认知世界的方式的变化。那么关于这个人的意识是如何诞生的啊，你的这些东西的这些知识，我其实最买单的，我最认可的说法，基本都来自于侯世达啊，这位大师。然后我之前看过他的，你像什么《极易币》啊，什么他的这经典巨著啊，那都是我前些年看的。然后在2021年，我看的最后一本书就是他的当时一本新书，叫《表象与本质》类比思考之源和思维之火。我把他的名字打出来吧，我觉得也许有些人你们不了解他，这是他的中文名字啊，侯世达。然后他这本书叫，因为我都是在 Kindle 上看的，所以就在这儿就没有。这本书叫《表象与本质》，这本书也非常好。因为极易币太艰涩了，而且很厚，而且是年代很久远，读极易币可能会非常痛苦啊。我这还真有他的这本极易币，我拿给你们看啊。哎呀，这是一本非常久远的书，你看多这个啊，巴赫埃舍尔戈德尔这一笔商务印书馆，非常的厚的一本书啊，很旧了这本书，所以你要是想了解侯世达，就是可以看这一本《表象与本质》，把很多东西说的更通透一点。所以 OK 啊，这就是2021年我一共看了，刚才给大家都介绍过了22本书。所以我其实特别喜欢2021年2021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着轻松自在，然后吸收了很多东西。我不只是书啊，那一年的电影啊、游戏啊、动漫呀、音乐呀，就各种各样，我看了特别多的东西。因为还是在疫情之中，没什么太多事可做。然后呢，你的心情又没有那么沉重，不是2022年那种感觉。你当时觉得你就是不知道哪一天就解封了啊，你就可以马上就投入到一个生活工作之中去了。你在蓄势待发，然后又因为前一年的平安夜，我把天使写完了，对吧？一个对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作品，我写完了，也找到出版社了，也签了合同了，就等着什么时候能出版了。而且当时觉得2021年可能11月、12月就能出版了，所以就期待着觉得我完成了一生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接下来做什么呢？有时间研务社去，然后呢又想写电影剧本，然后又去弄了这个2084的这个 IP 开发，当时也开始写一些小故事什么的，
就一个全新的开始啊，一切都是可以尝试的，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然后又看了这么多真的很好的书啊，这些东西，艺术的、文学的、科幻题材的、物理题材的、认知学的啊，什么东西全都看。然后，所以2021年，我现在回味起来，真的挺好。而且中间你看，虽然疫情，我还出去旅游了，就虽然没出国啊，在中国国内，我还跑到四川去，好像对，还自驾什么的，也吃到一些很好的东西，就真的挺美好的。我觉得2021年，当然了，就是美好都是短暂的，马上进入到2022年，起初还好啊，2022年开头我还在就是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嘛，当时还都充满期待的写了一个电影剧本，然后马上就一切就急转直下了。疯狂的那些封城啊，上海封城什么的，然后就所有东西都在出现啊，铁链女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后来我就决定出来，我决定除了写作之外，我要做这个频道，我要说话。我的整个的生活的方式就从那儿全都变了啊，一直到现在。Anyway 吧，我觉得可能2021年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吧，我们也就告别它了，告别它了，也过去了4年了，5年了，现在连2025年都要结束了。我看现在几点？现在3到国内的话，中国现在还没到2026年，对吧？所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我们再聊一会儿，我们就结束今天这场直播啊。我想也感谢大家吧。好，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啊。因为我还想回中国嘛。想啊，为什么不想？我的故乡啊，对吧？而且有很多地方我很喜欢的。海南的气候我也很喜欢。确切说是三亚的气候海口的气候我就不喜欢，西边东边我都不喜欢，只能是三亚的气候。很多的美食，然后很多的中国人我都很喜欢，但这个东西没办法，对吧？因为我不是傻子，我知道我必须要去做这个事儿。因为你这些我要写的东西，我现在写的东西，就即便没有我做这个频道的事情，我现在写的东西，这些题材，我也在中国也出版不了，对吧？你像我写玉门江，写这些文革，写这个汉族人和维吾尔人之间的这种仇恨的消弭，这种题材很重要吧？应该有人写吧，对吧？你不能说是这个仇越结越深嘛，对吧？但你写这种题材，你觉得在中国能出版吗？他会不审查你吗？他能让你自由的发挥吗？对吧？你看我现在写东西，我终于跳出来了，就是严歌苓说的嘛，就是我们离开中国了，不在你那一套的叙事和审查机构里去活着了，对吧？我的书我不需要你去怎么说呢？我不需要你的这个出版社来给我出版了，所以我没有人审查我脑子里的自我审查也没有了，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没有自我审查了，这是一种非常爽的一种自由，非常爽。我等于用了23年、24年，包括今年25年，这3年时间我做这个频道，对吧？对，我觉得这个就像正义之名说的，我其实我不是反贼，我一直说我不是反贼，我也不是知黑，我不喜欢你们给我扣任何的这种标签和帽子，我就是我自己，对吧？我本质是一个作家，我现在也是一个 YouTuber， 就这么简单。我当然会批评中国，对吧？你不能说因为我批评中国，所以我就是一个知黑；我批评中国，我就是一个反贼，这是没有道理的。每一个中国人，其实你都应该批评中国。中国不是做得非常的好，对吧？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一定要批评它。每个人都去批评它，这个国家就会变好的。
但我也明白这些批评的话我没有办法在国内说，对吧？那就是所谓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又得给你们真实的一面，我又得露脸，那我在国内这么去做就死定了，是不是？所以我知道这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我只能出来说，出来写，那么代价就是我暂时我现在没有办法回去。你刚才这个，对，你问我你还想回中国，我当然想了，但是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所以就先付着这些代价吧。然后你正义之名说什么？你说意见人士，是共谍，把你的这个打出来吧。什么天天经济要完，中国要完，在误导外国舆论。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中国不会完，你认为中国经济没有问题，这就是你的个人的观点嘛，对吧？那比如说我认为中国经济出了很大的问题，我在这里做节目说，这是我的自由啊，对吧？正义之名。如果你不认可，你有很多做法，你比如你可以给我留言，你说我不认同你说的，对吧？你去我的频道下面是这样的，我之前坚持3年，在推特上我从来不拉黑任何人。当然我去年就今年2025年我破这个戒了，对吧？有些人我觉得算了，就是你现在拉黑我，我就拉黑你，我们对等的。那你不想交流，那就我们就再也不要交流。所以在我这个频道下面的留言也是这样，如果你就你不去辱骂我，也不去辱骂别的留言的人，就你好好说话，你跟我的观点不一样，没关系，我这里完全是对你开放的。但是如果你辱骂别人，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在你说的这个问题上，你比如就说中国经济好了，或者说中共会不会完蛋这个事情上，你可以有你的看法，对吧？你可以认为，甚至你可以认为中共把中国治理得很好，这都是你的自由，这是你的言论自由，你怎么说都可以啊，你可以这么说。我觉得这我纠正你一下吧，挺有意思的。你说中国这么快就要完了，中国政府那么差，美国能把它定位成长期战略对手吗？那我问你一个问题，苏联当时是不是美国的长期战略对手？1989年的时候，苏联是不是还是美国的长期战略对手？美国有想到说第2年苏联就解体了吗？美国有想到吗？即便美国内部的智库或者有一些政客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模型预演和分析，就说哎，苏联有可能解体，有可能第2年就解体，会有这样的声音。但是总的来说，他还是会把苏联定位成一个长期竞争对手。所以你明白你这句话的逻辑错在哪里了吧？你怎么能够说以美国把中国定位成一个长期这个战略对手，所以倒推说中国就不会脆断，不会突然崩塌呢？这是不成立的，你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你明白吧？我还是那句话啊，就说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你可以认为中国经济没问题，我也可以认为中国经济有问题。这些都可以聊，而且甚至这些话题我们都可以聊得很细，就是具体哪一个行业、哪一个领域、哪一段时间内、哪一个经济现象，你怎么看，我怎么看，都可以聊，对吧？这也是我频道为什么我找那么多不同的嘉宾来对话的原因。这些嘉宾的观点我不一定都认同，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听到不同的声音，而不是说就是站一个立场，哎，这是反共的，那是亲共的，然后就不能交流了，然后就骂。这是华语世界特别让我失望的一点。所以去看吧，我觉得我推荐了这么多书，你至少找一本看吧，好不好？真的很有意思，这些书。好，你问我一个问题啊，你说你是美国高中生的一个妈妈啊，很难让孩子爱上读经典，因为现在影视剧的节奏快，内容惊悚刺激，相比之下，经典作品显得冗长啰嗦，很难让孩子静下心看下去。你有什么建议吗？
难哦，你的这个问题真的难哦，就是我们先说这个根本性的大道理吧。根本性的道理就是刷抖音啊，刷这个短视频啊，或者比如说玩游戏，对吧？其实游戏现在也都分很多种，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像比如说你在这个 PS5上，你玩一个这种3A 的单机单人的视频大作，一个游戏，几十个小时，你投入到一个世界里，在那个光影之下体会它那个故事。其实这都有点像是读一个长篇的经典巨著了。那与此相对应的，就有一些游戏就是很爽快的，你比如在手机上或者一些几分钟一盘的那种游戏，那就跟刷短视频一样。很多孩子现在连那个长的游戏他都玩不进去了。那我们当然都知道，这个你刷短视频，那是一个你这个多巴胺你是快速分泌的，对吧？你迅速的感觉到满足，然后又立刻的失去兴趣，然后你就马上要刷下一条，给你一个新的刺激，然后你这个多巴胺又被刺激起来，啊，然后又迅速的消退。这种过程中，其实对于人脑的这个构成和组建是有问题的。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对吧？当然你这些道理讲给你的孩子，他肯定听不进去，他会因为他不可能短时间内他就能感觉到说，我是不是变蠢了，我是不是变笨了，我是不是这个思维模式已经不太对了，他体会不出来的。而且他还会说，你看我同龄人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甚至这些同龄人的父母每天也都是在抱着手机刷短视频，他们也不看书。但是呢，本质的道理是说呢，你看这种长篇巨著啊，就像这种很厚的一本书啊，你你把它玩，sorry，我看串了，我主要看到了这个留言，说我也喜欢玩街霸6啊，但是我也会逼着自己玩这个长的游戏，就是你必须分配，你不能只干一件事儿，这个是很重要的。sorry 啊，我继续说，就是你看这么一本书，或者一个故事啊，长篇的经典巨著，你看完之后回味无穷，你所能感受到的那种满足、那种愉悦，是短视频短的这种惊悚的东西内容刺激不了的。这是两个模块在脑子里，所以这部分的缺失，当然这个道理我觉得您也懂啊，您肯定也懂，所以您才会问我这个问题嘛，很着急是吧？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曾经给我一个朋友，就他也是家长，我曾经跟他说过一个话，就是中国的很多家长特别喜欢给孩子买书，对吧？因为知道就是从功利角度来说啊，什么书中自有什么黄金屋、颜如玉啊，这种说法我是很讨厌的。书当然特别的好，但是很多家长买了书就是堆给孩子，这东西好你去看吧，孩子也不看，对吧？然后家长也没办法。我给我那个朋友的建议就是说，你所谓言传身教我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台湾人，他的夫人是一个日本人啊，这么一个组合，他有2个孩子啊，一儿一女啊，儿女双全，特别好。他们家是怎么做呢？就是父母都在看书，早上有的时候他们起得很早啊，5、6点钟起来，父母就看书，带着孩子看书，当然各看各的书啊，4个人看4本不同的书，但是那个环境可能放着点轻音乐，甚至然后就是一个很好的阅读环境，父母也不会在那儿刷手机玩游戏，不会，全都看书。这种言传身教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是我能想到的一个办法。还有呢，可能就是成就感吧。我觉得就是如何能让你的孩子觉得我看完这么一本书很牛，很有成就感。因为人做事是需要成就感的。就你比如说，就像我觉得我已经算是心智比较成熟的了吧，对吧？我都40多岁了。
但是我做事儿也需要成就感。我这么做一期节目啊，比如说我辛辛苦苦的绞尽脑汁，我想到了一个角度，觉得特别想分享给大家，然后又在这里录，可能又找一些资料放给你们，然后又制作这个英文的字幕，然后又上传，反正弄好几个小时，这个节目上传了，然后结果就几百个人看啊，连1000都到不了，那对我其实也是有打击的。而且就是今天给你们说一些心里话，就这个事情几乎每天都在打击我。你看我做这个频道3年了，到现在不到3万的粉丝，对吧？不到3万，那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失败的。当然有些人也说也不错了，好多人连这个小3万的粉丝也没有，是吧？那你怎么说呢？你北京到底算成功还是失败？我没有想这个事儿。我看有一些这个 UP 主就会说给自己定一个目标，什么什么，我这一年啊，我明年我就要冲到50万订阅，我要冲到100万什么的，就立一个 flag， 然后怎么做。我没有办法给自己立这样的目标，我也希望我的频道100万订阅、50万，或者其实我没说过这些目标，我从来没说过，我只说过一个目标，就是我希望至少有个10万吧，给我发一个那个小牌牌，也是一个鼓励，但是10万我也冲不到，对吧？然后，所以我不会给自己立这个 flag， 因为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是怎么做的。我说这话可能又会得罪人，因为我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就是首先给自己立一个人设啊，我有什么样的背景啊，我有什么样的或者炫富啊，然后呢立一个人设，然后开始呢就是他会在后平台去买这个流量，买这个粉丝，去买这个叫什么呢？推荐，知道？我知道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买过，就我的频道连一期节目的这种推荐我都没有买过，我就希望它是一个真实的成长，一个真实的东西。但我知道很多人会买，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在中文圈呢又挺好用的，就是你比如你想啊，就有的人说，那你买来的这个粉呀，买来的流量是不真实的，对吧？但是它会造成一个效果，就是让很多不明所以的人看，哎呦，你看这个频道增长很快，你看他这个视频每期都好几万人看。那说明什么？说明它一定是有料的，它一定是很好的东西，所以才会这么多人去点赞，这么多人，它就产生这么一个效果，所以好多人就随大溜就也去订阅了，它一下它就冲起来了。我知道这种做法，但是我不能让自己这么做，这就是很痛苦的一点。我看到很多人这么做，然后还洋洋得意的去晒，说你看我突破50万了，我突破多少万？你说我羡慕吗？我当然羡慕，对吧？因为我付出的更多啊。对吧？有的人一年可能做几十期节目，那我一年做300多期节目，我付出的很多，但是你要真说得到的话，就是这么一个算是比较惨淡的状态。那所以我刚才是说成就感说到这个问题，对吧？就是你做任何事儿都是需要成就感的。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你怎么能够自己给自己设计出这个成就感？比如您的孩子。你觉得说看一部这么长的书很困难，对他来说，对吧？那么你就缩短，你找一些薄的书，有一些很经典的东西很薄啊。你比如你像什么《小王子》这种书，是吧？它也很好，像加缪的一些书什么的，都很薄。你让他先从薄的书看起，你别让他啃这种巨著，因为文字这个东西也是熟能生巧的。你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的时候呢，你看那么1、2页书你就困了。那你养成阅读习惯之后，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跟这个文字打交道，你就可以不困，你就可以有自己鞭策自己往下看。写东西也是这样的，你会自己会最终形成一个办法，这是我的经验之谈。所以你先从比如说这种小书看起来。他可能今天一天你陪着他就看完一本书了。他真正的从头看到尾，看完这一本书的时候，他会有成就感，他会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心里的那个反应会有的。然后看第2本，然后看厚一点的，再厚一点的，一点一点来。当有一天终于他看完过这么一本书之后，他就知道他有信心有能力去完成它，而且他在这个完成之后他能获得什么，这个东西是他自己真实感受到的，不是你告诉他的。哎，你看完这个书你能，那他不信。这些年轻人不信，
他真正体会过，他会相信。所以这是我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慢慢的增加这个阅读量，大概是这样吧。希望算回答您这个问题了。我看看你们什么呢？你说你现在主要看电子书，对，我也是看电子书多，都是拿 Kindle 看书。其实我这2-3年做节目，我最大的就是亏欠就是看书变少了，因为时间变少了，然后再加上开始写东西的时候也是，我写东西的时候看书也会少一些。这个我明年得改。好还是聊中国是吧？你说中国最有前景的光景大概这个戛然而止了，在2015年。最优质的资源集中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之后，只剩下劣币逐良币哈。其实中国确实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变得更好，这个我们都是不否认的。只可惜呢，就是中共和习都没有抓住这些机会，都没有做好。欢迎你啊，台湾的朋友，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也祝你新年快乐，祝你和你的孩子2026年都幸福快乐。你说这个你说这个老人与海，海明威啊，这是我前2天不是去旅游嘛，去了这个 Pamplona， 就是海明威写那个太阳照常升起的那个地方，然后关于他在那儿住了很久嘛，就是那个西班牙斗牛啊、奔牛节啊那些东西都是由这个海明威介绍给这个全世界的。我到了那个镇子，然后他每天去吃饭喝咖啡的那个咖啡馆，1888年就开始了。然后我在那儿吃了一个苹果派，然后喝了一杯橙汁儿，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食物中毒，我就废了。然后那天也很冷，所以我就那天就特别难受，后来就发烧、呕吐，然后就在酒店我就废了，直接就叫救护人员直接进房间去，也不算抢救啊，就是给我看了一下，然后所以就讲这么一个挺悲惨的事儿啊。海明威可能跟我有点犯冲。Anyway， 对，所以我觉得正义之名就是你的问题就是你看百度觉得美国要完蛋，你看油管觉得中国要完蛋，那你怎么考虑呢？对不对？对吧？我们要独立思考，就是这样的。OK， 还有2分钟到2个小时，我们就直播到2个小时吧。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然后你们还有什么话可以留言给我，我们超时也没关系，倒是。对你说的，我怎么说呢？中共或者中国的强大，我们当然知道有一些层面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始终相信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是由人组成的。你任何不尊重人性、不尊重人权，甚至不尊重人的一个自由表达，对吧？你不只是说话呀，你比如你像我这样作家的一个自由表达，一个拍电影的人的自由表达，你这些东西都不尊重的话，你自由表达也包括你的这种对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的一个贡献嘛，对吧？你的一个自由的一个创作，对于这些东西都不尊重的一个社会，我看不到它的一个长期的强大在哪里，对吧？那个支撑点在哪里？因为这个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一个个人都活得都不像个人样，你觉得这个社会它能有希望吗？我真的不知道，对吧？我说这个话不是说我对中国人有什么样的仇恨，没有啊，我对他们只有爱，但是我非常的怜悯他们的一个生存状态。我也希望中国那片土地变好，
但我也不觉得这个变好会是很快就能实现的事情。即便明天共产党就倒台了，那也需要漫长的过程才有可能，因为你之前造的这些孽太深了，所挖下的这些坑太多了，太大了啊，需要我们努力去一个一个去填，所以很困难的。而且2026年多说两句，2026年的目前看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嘛，对吧？我觉得尤其是我们不说所有的华人吧，我不知道台湾人是否觉得自己算华人，我不知道这个标签能用在多广的一个维度上。我们就说大致说这样语言的人吧，说华语的人吧，我们也不说他是台湾的国语还是中文还是汉语，我们就说华语吧，反正就说这门语言的人。我觉得台湾对于所有台湾问题啊，对于所有说这门语言的人，在2026年都是头等大事，因为现在这个局势是非常越来越紧张的。讲这个东西就悲观了。你们可能有人很乐观，我有点悲观。anyway 吧，不在这儿展开这个话题了。我觉得后面我再做节目聊吧。明天做一下预告，明天1月1号元旦有一场直播，有一场对话，那个嘉宾叫 Eric， 大家可能有的人知道他，就是他说自己是中共培养出来的一个特务，然后现在跑到澳大利亚去了，然后他能揭露出很多这个中共在海外认知战的一些底细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明天听他来聊一聊，看他说的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对吧？而且他的反共的理念还挺激进的，可能要涉及到就是需要武装啊、暴力革命啊等等，这是他的观点吧。当然，我有点反对这样的观点，但是无所谓，我们交流一下。所以，如果你对这方面有什么看法，明天都可以来直播间，然后留言，看看能不能让他回答。明天的时间会比今天的直播时间早2个小时开始，就是我这边巴黎时间的中午12点，对应的北京时间或者香港时间或者台北时间应该是晚上7点吧，1月1号晚上7点。OK， 那就这样吧，我们这个2025年我们就告别它吧。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还是那句话，对于2026年呢，我不知道你们每个人许过什么愿，我都不管你们许什么愿，有什么样的梦想和什么样的计划，我希望你们都能够平安，然后顺利，然后感到幸福。你们完成的事情无论完成了多少，我希望你们都有某种成就感，对吧？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成长吧。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就是说起具体某一年说可能2025年不是我最好的一年，但是我学到了很多。我觉得其实这句话适用于每一年，对吧？比如我们今天聊的2021年，我也知道2021年不是我最好的一年，但是在那一年我学到了很多。那同样2025年我也学到了很多。那么对于明年2026年，可能也不是我们最好的一年，但是我们也一定会学到很多。只要我们真诚，我们努力，我们去说实话，讲真话，然后真实的对待自己，对吧？应该就会很好。所以我明年的写作计划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对吧？我会先把徐州之旅写好，然后你们就会看到这本书，它会非常的好。然后我会把1的10周年的终极版去搞定，这可能是明年你们能看到我的第2本书。然后剩下的时间呢，我会去写这个《玉门江》这本书，看看能写多少，这是明年的计划。然后节目呢，还是像现在这样，我会争取日更反正这一年应该做个300期左右，应该可以做到吧？如果身体健康的话。那么对于这个频道呢，反正我也在倾尽全力了，但是它能够被华语世界接受多少，这个我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办法，就是我已经努力了。比
比如我应该把封面做得更好看一点啊，我应该加上字幕啊，我应该让这个节目形式啊增加一些配图啊，增加一些视频啊，反正我都在努力的做。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问题就是，因为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团体啊，我没有法轮功给我背书，我也没有一些反贼团体给我背书，也没有什么民运团体给我背书，我也不是粉红，我也不是外宣，就是也没有中共那套系统在背地里帮我，就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也一直争取，我也一直在努力的就不混圈子，所以也没有人去什么大 V 啊来推荐我、跟我互动啊、帮我涨涨粉什么，也几乎没有这种事儿。我觉得这也是我必须付出的代价啊，就是有人经常说我是什么这个华语世界的一股清流，那我就继续当这个清流吧。就然我说这个话呢，又有我的黑粉来骂我说我什么清高，但是前两天我还去跟 ChatGPT 聊了聊，我说有人说我清高，你怎么看？但是问题就是骂别人清高的人，就是你不就是想把我拽下来吗？你不就希望我也能够说一些什么黄色的梗啊，什么开一开女性的玩笑，就像那些油管上那些油腻的那些男性 UP 主一样，我做不了这个事儿，不是我不会，而是我不能做这种事情，就是我不能够接地气到说那些脏话、不文明的话，什么侮辱女性的话，歧视什么不管什么群体啊，跨性别的群体、同性恋或者穆斯林或者这些我都不可以，都不可以。于是我就特别莫名其妙的站在了一个特别尴尬的境地上，就是哪儿都不靠，哪儿都不靠，就我一个人，在这个观念的战场，我们就这么着吧，继续战斗下去。所以我不给我这个频道的增长立任何的 flag，我也不说我2026年要成长到10万，我觉得不可能，5万可能也都到不了，反正无所谓啊，我们就这么慢慢做吧，就这么慢慢做吧。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对吧？我觉得看我频道的你们，我的观众朋友们，我知道你们的水平非常的高啊，我也知道你们都是非常真诚的人，所以可能才喜欢看我这个频道。再说最后一句，感谢你们2025年，包括之前这2、3年的给予我的所有的支持和爱。我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谢谢你们。然后我们就一起迎接2026年的到来。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拜拜。哎，放一个，我觉得你这句话挺适合作为结束的。拜拜，拜拜，Happy New Year to all of you.